家人们，10多年来，电动汽车行业直接陷入军备竞赛，卷得没边了。几十亿美金砸进去不眨眼，上千名工程师连夜加班，关于未来交通的饼画了一张又一张。全球所有头部车企全都拼尽全力砸资源追特斯拉，就为了证明这加州冒出来的新贵不过是占了先发优势的运气咖，迟早被拉下马。说真的，有那么一阵子，他们差点就成了。老牌车企个个官宣王炸电动化计划，初创公司疯狂融资，动辄几十亿到手，全行业电池技术卷疯了，充电网络也铺得越来越密。特斯拉和其他厂商的差距肉眼可见的在缩小，眼看就要被追上了。结果万万没想到，特斯拉直接甩出王炸，一款电机直接改写了所有规则。这款电机真的绝了，先进到离谱，效率拉满，比其他厂商搞出来的东西领先了不止一个身位。现在行业分析师们终于不藏了，直接摊牌电动汽车大战其实早就结束了，特斯拉稳赢。这可不是小打小闹的升级，也不是比对手强一丢丢那么简单，完全是降维打击。特斯拉这波操作直接实现了电动汽车电机技术的跨越式突破，这种级别的黑科技，竞争对手估计要花好几年，甚至10年才能跟上。等他们费劲巴拉追上来，特斯拉早就迭代到下一代技术，把他们远远甩在身后了。今天就来唠唠一款电机设计，怎么就在大多数人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直接终结了电动汽车内卷？还有接下来的操作，为啥能直接重塑汽车行业，甚至改写全球经济格局？想搞懂特斯拉这款新电机到底牛在哪儿，首先得明白一个事儿：电动汽车工程从一开始就被一个核心难题拿捏得死死的。说真的，电动汽车电机的原理简单到离谱，给铜线圈通上电，产生磁场，带动转子转起来，就能产生动力。这套基础操作100多年前就被人摸透了，没什么玄乎的。但重点来了，把这些简单原理做成一个能驱动高性能车，还得高效、靠谱、不溢价的电机，那简直比登天还难。问题出在物理规律上，躲都躲不开。转子转得越快，离心力就越猛，恨不得把转子直接撕烂。转速拉满，离心力也直接拉满，这就给电机设计出了个死局，两难抉择，怎么选都有遗憾。要么做一款转速快、动力猛的电机，但代价就是巨重，还得做大量加固，内部应力还会让效率直接拉胯；要么做一款高效轻便的电机，但性能就拉胯了，根本撑不起电动汽车该有的爽感，谁买啊？这么多年来，所有车企都认了这个死理，卷来卷去都跳不出这个怪圈。性能车牺牲效率，高效车牺牲性能，大家都觉得这物理规律是铁律，根本破不了。唯独特斯拉偏要跟这铁律硬刚，不接受任何限制。他们搞出来的解决方案核心就一个碳纤维包裹转子，听着挺简单，是吧？但为了把这个设计做到完美，工程师们熬了好几年，反复优化打磨，才终于搞定。用碳纤维把转子裹起来，特斯拉的工程师直接造了个金刚不坏之身，这种结构能扛住的离心力换普通电机早就碎成渣了。碳纤维就像个压缩套筒，把转子的各个部件死死箍住，哪怕转速飙到以前想都不敢想的程度，也能稳如老狗，纹丝不动。就这一个创新，直接解锁了几年前还只存在于科幻片里的黑科技能力。这款电机的转速能直接干到每分钟20000转，给大家直观对比下就懂了。大多数高性能电动车电机转速顶天也就每分钟15000到18000转，普通汽车电机的转速更是低到没法看。特斯拉这电机的转速以前只在专业工业设备上能见到，民用汽车想都不敢想，直接跨维度碾压。但话说回来，光有转速就是花架子，没用。关键得能把这种高速转动转换成能用的动力，这才是特斯拉真正的杀手锏，直接封神。碳纤维包裹不只是能让转速拉满，还能让转子在高速转动时保持绝对稳定，彻底解决了普通高速电机的通病：振动大，效率低。转子稳了，磁场的相互作用就更顺畅，这样一来，更多电能就能转换成机械能，不会白白变成热量或者振动浪费掉，效率直接拉满。最终的效果就是这款电机从静止状态就能爆发出离谱的扭矩，猛的一批，高速行驶时效率还能稳稳在线，不翻车。它小巧到离谱，普通同功率电机塞不进去的地方它随便塞，轻便到不影响车辆的操控感，开起来贼丝滑，而且运行时巨凉爽，不用装那种又大又笨重的冷却系统，那种系统只会增加重量，还容易出故障，纯累赘。Model S Plaid 就是第一款搭载这项黑科技的车，它交出的成绩单直接把整个汽车圈炸懵了。0到60英里加速不到2秒，划重点，不是大概2秒，不是差不多2秒，是实打实稳准狠的不到2秒。
这个速度门槛以前呢可是100万美元级燃油超级跑车的专属领域，而且那些车还是专门为直线加速量身打造的，除了快啥也不是。但 Plaid 不一样，它不是那种减配到极致的直线赛车，而是一款全尺寸豪华轿车，内饰拉满，高科技配置直接拉满，续航还够日常开，实用性拉满。它能像专业赛车一样猛踩油门就冲，单次充电能跑400英里，快充一会儿又能满血复活再充一次，爽到飞起。这种配置组合以前业内都觉得是天方夜谭，根本不可能实现。懂行的都知道，受限于电机设计的取舍规律，狂暴加速和长续航就是鱼和熊掌，只能2选1，没得商量。但特斯拉的这款电机直接把这个2选1的难题干废了，根本不用选，全都要。这波操作直接惊动了整个汽车圈，竞争对手的工程师们据说都去研究 Plaid 的电机设计了，结果越看越慌，越看越破防，不是因为看不懂，恰恰是因为看得太透彻了。想复制这项技术得花好几年研发，砸几十亿美元，还得有大多数车企都没有的制造能力，纯属天方夜谭。但说实话，就算电机性能再能打，也不是特斯拉最牛的优势。真正改写游戏规则杀疯了的是他们的制造方式。造一款高性能电动车电机就够难了，而要大批量生产，保证每一台质量都一样，还得把成本压到大众能接受的程度，那简直是地狱级难度，几乎不可能实现。这也是大多数电动车初创公司翻车的原因，能造出惊艳的原型车，能用参数忽悠投资人，能用概念车炒热度，但一到扩大生产，直接拉胯全崩了。而特斯拉花了好几年时间打造出了一套制造能力，这套能力甚至比电机技术本身还值钱，直接拿捏了行业命脉。最近特斯拉的投资者发布会上，他们亮出了一个让竞争对手彻底破防的东西，直接把对手看傻了。他们下一代驱动单元从设计之初就只盯着一个目标：可制造性。不是只追求性能，不是只追求效率，核心就是好造，能批量造，造得便宜。他们的目标是打造一套完整的驱动单元、电机、电力电子设备、变速箱全包含，生产成本只要大概1000美元。家人们，重点来了，1000美元就能买到一套能让车几秒内完成0到60英里加速，还能保持行业领先续航和效率的系统，这性价比直接封神。给大家算笔账就懂了。目前行业预估其他厂商的同类驱动单元成本是特斯拉的3到5倍，有的甚至更贵，差距直接拉到天际。特斯拉和其他厂商的制造成本差距根本不是小优势，而是一道无法逾越的天堑。而且特斯拉每搞一次生产创新，这道天堑就再宽1分，对手连追赶的资格都没有。更狠的是，他们下一代电机还打算彻底淘汰稀土元素。要知道，这些主要从中国进口的材料一直是整个电动车行业的软肋，妥妥的战略隐患，价格贵到离谱，供应链还脆弱的不行，开采过程还特别伤环境，简直是花钱又糟心。所有车企都在拼命减少对稀土的依赖，而特斯拉眼看就要彻底摆脱稀土，直接封神。除此之外，他们还在大幅减少电力电子设备里碳化硅的用量。碳化硅这东西能让电能转换更高效，但价格贵得吓人，还难大规模制造，妥妥的成本刺客。特斯拉通过重新设计系统，减少碳化硅的用量，既砍了成本，又保住了碳化硅带来的效率优势，一手操作直接拉满，太会玩了。这些制造上的进步都是相互叠加，越滚越大的。材料成本降了，车价就能降，车价降了，销量就能涨，销量涨了，制造经验就多，经验多了，成本就能再降。这就是传说中的飞轮效应，转得越快，加速越猛。也正因为这样，除了特斯拉，其他所有竞争对手都显得格外拉胯，根本没法比，差距越拉越大。先来说说那些老牌车企，一个个看似雄心勃勃，实则全在硬撑。福特当年大张旗鼓官宣电动化计划，吹得天花乱坠，放话要靠 Mustang Mach-E 和 F150 Lightning 这2款车直接硬刚特斯拉，气场拉满。客观说，这2款车本身还行，某些方面甚至有点惊艳，但架不住福特每卖一辆电动车就亏一辆，连保本都做不到，几十亿美元的亏损全靠燃油车业务的利润来填窟窿，纯属拆东墙补西墙。这种操作根本不长久，就是个权宜之计，勉强维持存在感，赌未来成本能降下来，能赚到钱。福特在电动车上亏1年，特斯拉的制造优势就多扩大1年。等福特好不容易摸透怎么靠电动车赚钱，特斯拉早就跑没影了，差距只会越拉越大。通用汽车也好不到哪儿去，面临的困境跟福特如出一辙。他们在 Ultium 电池平台上砸了巨多钱，推出的车型也收获了不少好评，但盈利这事儿还是遥遥无期。他们的电动车产量连特斯拉的零头都不到，制造成本比特斯拉高一大截，软件更是拉胯，尤其是 Super Cruise 系统频频掉链子，各种技术 bug 层出不穷，跟特斯拉的软件比差了不止一个档次。
再看全球最大车企丰田，那适应速度慢得离谱，简直是固步自封。他们一门心思压住氢燃料电池和混合动力，直接看不起纯电动车，觉得纯电根本不适合主流市场。结果现在狠狠被打脸了。这个赌注现在看错的离谱，丰田现在才急急忙忙赶工研发有竞争力的电动车，早就落后好多年了。他们第一次正儿八经做的电动车表现拉胯到不行，召回不断，续航拉胯，性能平庸，根本拿不出手。大众当年也吹过牛，大张旗鼓放话要成为全球顶尖电动车制造商，结果呢，全是翻车现场。软件问题一大堆，生产频频延期，质量漏洞百出，麻烦不断。他们的 ID 系列车型在欧洲还能卖出去几辆，但在关键的美国和中国市场根本没掀起什么浪花，彻底扑街。最近大众还官宣了软件问题严重，要裁员，要削减成本，明眼人都能看出来，他们的电动化转型比预想中难太多，快撑不住了。说完老牌车企，再看那些电动车初创公司，也好不到哪儿去，全是赔本赚吆喝。Lucid Motors 造的车被很多人吹成目前市面上技术最牛的电动车，续航和效率甚至能对标，甚至超越特斯拉的顶级车型，看着很能打，但实际上 Lucid 烧钱烧得飞快，速度吓人，而且产量低得可怜，根本上不了规模。他们的车最低也要7万美元起，直接把大部分消费者拒之门外，目标市场窄得不行。而且他们还多次没完成生产目标，能不能赚到钱，什么时候能赚到钱，根本说不准，前途未卜。Rivian 当年也火过一把，靠电动卡车和 SUV 圈粉无数，还吸引了亚马逊等巨头的巨额投资，看似风光无限。但这家公司亏损的速度比 Lucid 还离谱，生产成本比预想中高太多，每交付一辆车就亏一大笔钱。要是不能一直从资本市场拿到钱，能不能活下去都是个问题，纯属悬在半空。这么多对手里，唯一能真正给特斯拉造成点威胁的，也就只有比亚迪了。这家中国车企已经成长到能挑战特斯拉全球最大电动车生产商的地位，实力不容小觑。比亚迪最牛的地方就是把大批量、低成本制造玩明白了，这一点其他任何特斯拉的对手都比不了，妥妥的降维打击。他们也在往全球扩张，进驻欧洲、东南亚、拉丁美洲市场，势头很猛。但话说回来，比亚迪的成功主要集中在低端和中端市场，他们靠价格内卷，不是靠尖端黑科技。他们的车够用，能开，但没什么突破性，不会让人眼前一亮。他们赢的是消费者的钱包，不是人心，没法让消费者真正种草。而且就连这个价格优势也有局限性。比亚迪太依赖中国市场了，在国内有政府支持，占了不少优势，但往国际上扩张的时候，就要面对关税、监管审查，还有那些比他们更懂当地市场的老牌对手，难度直接翻倍。再看特斯拉，定位完全不一样，直接站在高端市场躺赢。高端市场利润率高，而且品牌忠诚度超强，特斯拉的车能卖出高价，还能赚得盆满钵满，同时还能给消费者提供比其他车更好的体验，性价比拉满。他们不追求做最便宜的，只追求做最好的，而且现在他们越来越做到了直接碾压所有对手。但说实话，就算把上面这些都说透，还是低估了特斯拉真正的杀招。因为特斯拉最吓人的地方，从来不只是电机技术、制造能力或者品牌实力，真正的王炸是把这些优势全部叠满，再加上一堆跟造车半毛钱关系没有的 buff， 直接降维碾压所有对手。先从数据说起，这才是特斯拉最无解的壁垒之一。路上每一辆特斯拉都是一台移动的数据收集器，疯狂抓取人类的驾驶习惯，每开1英里都会产生一堆数据，反馈回特斯拉的系统里。这些数据能帮特斯拉摸清驾驶模式、路况、各种极端路况，还有那些让自动驾驶难到崩溃的无数变量，越攒越懂行。重点来了，特斯拉积累的真实道路驾驶数据比其他所有自动驾驶项目加起来的还多，不是多一点点，是碾压级的多，多到离谱。而且这种数据优势会越滚越大，形成闭环，数据越多，到算法越牛，到车辆越能打到吸引更多车主，到产生更多数据，循环往复，根本停不下来。竞争对手想追，门儿都没有，这优势买不来，走不了捷径，也没法靠合作或投资搞到。想积累这么多数据，唯一的办法就是让几百万辆车上路，年复一年的持续收集，等任何一个对手追上特斯拉现在的数据量，特斯拉早就又往前冲了10万8千里，差距永远追不上。再说说电池这一块，特斯拉同样拿捏得死死的，根本不给对手留活路。特斯拉砸了几十亿美元在电池生产上，硬生生打造出自己的制造能力，不把鸡蛋全放在供应商篮子里，主打一个自主可控。虽然和松下的合作打下了基础，但特斯拉一直在慢慢减少依赖，自己搞电池设计，自己优化生产流程，越做越牛。就说那个4680电池，虽然生产过程中遇到了点麻烦，解决时间比预想的长，但绝对是电池技术的跨越式突破，能量密度更高，每度电成本更低，散热更好，制造更简单。
等4680电池全面规模化生产，特斯拉就能在电动汽车最值钱的单个组件上，同时拿下成本和性能的双重优势，直接把对手按在地上摩擦。再看其他车企，大多靠外部电池供应商，纯属被动挨打，抢有限的产能被市场随便抬价，供应商搞什么技术就用什么技术，根本没有话语权，只能任人摆布。而特斯拉直接掌握自己的命运，这种垂直整合贯穿了特斯拉整个公司，到处都是 buff。特斯拉连车载电脑和自动驾驶的芯片都是自己设计的，根本不依赖外部。当年全球半导体短缺，其他车企全被卡脖子，停产停工，特斯拉直接改写软件，适配现有芯片，生产线照样转，丝毫不慌。座椅、车载娱乐系统、电力电子设备全是自己设计的，每一个自己做的组件都能根据自己的需求优化到极致，不用被迫接受供应商的妥协，主打一个精益求精。还有全球制造布局，特斯拉的扩张速度直接把对手看傻了，根本追不上。弗里蒙特工厂是起点，以前是通用和丰田的工厂，被特斯拉改造成了北美最高效的汽车工厂之一，直接盘活闲置资源。紧接着是上海工厂，从一片空地到量产车辆不到2年就搞定，这个速度当年老牌车企都说不可能，结果特斯拉直接打了他们的脸。然后是柏林工厂，把制造能力直接铺到欧洲德克萨斯州的奥斯汀工厂，有望成为北美最大的工厂，既能造车又能造电池，全能打。但特斯拉根本没停步，下一个目标是墨西哥，计划在蒙特雷建工厂专门生产下一代车型，成本比现在的工厂还低，直接卷死同行。更低的劳动力成本，离美国市场近，再加上特斯拉的制造黑科技，这座工厂会专门优化经济型电动车，一旦落地，直接重塑市场格局。沙特阿拉伯也官宣了特斯拉工厂计划，让特斯拉在中东站稳脚跟，还能得到一个急于摆脱石油依赖的政府全力支持。buff 叠满，智利那边特斯拉能直接拿到锂资源，这可是电池的核心材料，还计划在当地建采矿和加工厂，彻底把供应链握在自己手里，再也不用怕被卡脖子。还有印度，这个全球人口最多、电动车潜力最大的市场，也在和特斯拉谈本地制造。一旦谈成，直接解锁10亿潜在客户，格局直接拉满。这根本不是简单的扩张，是特斯拉在以对手根本跟不上的速度搭建全球工业基础设施。别人还在纠结怎么造好辆车，特斯拉已经把整个产业链、全球布局都玩明白了，差距直接拉到天际。还有充电网络这张王牌，以前被所有人严重低估，如今直接封神炸场。好几年里，特斯拉的超级充电网络都被当成锦上添花，说白了就是给特斯拉车主图个方便，谁也没把它当成啥战略优势。现在再看，这种想法错得离谱，纯属致命误判。如今的超级充电网络已经成了特斯拉最狠的竞争杀招之一，直接把对手按在地上摩擦。特斯拉的充电站简直铺遍大街小巷，靠谱又极速，位置还巨便利，周边配套拉满，主打一个省心到底。而且和特斯拉车型适配度直接拉满，无缝衔接，不用下载任何 APP， 不用纠结付款方式，没有任何兼容性 bug， 开进去插上电直接充电，全程丝滑不踩坑。再看其他所有充电网络，不是靠谱度拉胯，找都找不到，就是支付系统一团乱麻，要么干脆全中枪，槽点多到数不清。非特斯拉车主的糟心经历简直一抓一大把充电器，坏了没人修，接口不兼容充不了，支付 APP 混乱付不了钱，充到一半被迫中断，全是常态，太折磨人了。这种差距已经离谱到没眼看，其他车企直接认怂投降，根本不敢再卷充电这一块。福特、通用、Rivian、沃尔沃这些大厂全都官宣要采用特斯拉的充电标准，让自家车主也能用上超级充电网络。这波就是公开认输，明着承认自己搞不出能跟特斯拉抗衡的充电基础设施。大家细品这背后的门道，特斯拉的竞争对手现在连客户体验的关键环节都得靠特斯拉才能撑起来。以后福特、通用的车主去超级充电站充电，每充一次，特斯拉就赚1笔，相当于对手在给特斯拉送钱。特斯拉直接攥住了对手车辆能正常用的命脉，这操作绝到没朋友。这就好比苹果让三星手机只有连苹果的蜂窝网络才能正常用，这种竞争优势离谱到不敢想，直接断层领先。但要说特斯拉最被低估的杀招，还得是跟汽车电池充电半毛钱不沾边的Dojo超级计算机，直接把 AI 优势拉满，对手连尾灯都看不到。Dojo 是特斯拉专门定制的超级计算机，唯一使命就是用特斯拉车队产生的海量视频数据训练自家的人工智能系统，主打一个精准适配，高效能打。懂行的都懂，训练 AI 需要巨量计算资源，那些 AI 领域的头部公司动辄砸几十亿美元，从英伟达买硬件还得从亚马逊。
谷歌、微软买云计算服务成本高到离谱，而特斯拉不走寻常路，直接自己造超级计算机，彻底摆脱外部供应商的卡脖子，主动权全在自己手里。Dojo 处理视频数据的效率比任何通用计算系统都要高，完全为特斯拉收集的数据类型、自动驾驶系统的训练需求量身优化，适配度直接拉满。等 Dojo 完全投入使用，特斯拉提升自动驾驶能力的速度会快到对手根本追不上，直接手握绝对的速度优势。断层领先，现在大多数自动驾驶项目都被计算资源卡得死死的，数据多到处理不完，实验多到跑不了，想法多到测不了，计算能力就是最大的绊脚石。而特斯拉直接把这个绊脚石彻底移除，根本不被限制。有了 Dojo， 特斯拉能更快训练新模型，测试更多假设，更快迭代优化系统，比任何对手都更高效、更持续，不用依赖外部供应商的 AI 基础设施，不用抢有限的云计算资源，不用等英伟达发芯片，完全掌握主动权。他们自己打造的 AI 基础设施完全贴合自身需求，规模大到离谱，直接碾压自动驾驶领域的所有其他努力。根本不是一个量级的对手，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的特斯拉越来越不像一家单纯的汽车公司了，它更像一个垂直整合的工业巨头，能力覆盖制造、能源、计算、人工智能，造车只是它的业务之一，甚至快成了次要选项。咱们开头聊到的那款电机，那个每分钟转20000转加速能媲美超级跑车的碳纤维包裹转子，只是这个庞大优势体系里的冰山一角而已。它确实足够惊艳，可能是有史以来最牛的电动车电机工程成就，但它能发挥这么大的威力，全靠特斯拉整个优势生态的加持和放大。更好的电机会造出更好的车，更好的车能吸引更多车主，更多车主能产生更多数据，更多数据能让自动驾驶更牛，更牛的自动驾驶能支撑更高售价，更高售价能赚更多利润，更多利润能投入更多研发，更多研发能造出更好的电机，这就是特斯拉的闭环杀招，根本无解。数据驱动着这个循环，每转一圈速度就快1分，优势就大1分，根本停不下来，越滚越猛。这就是为什么电动汽车大战其实早就结束了，只是很多人还没反应过来。不是因为特斯拉的对手不够厉害，他们里很多都有顶尖工程师，手握巨额资源，但他们陷入了一个死局，想追上特斯拉就得同时缩小多个差距，电机技术、电池生产、制造效率、软件能力、数据积累、充电基础设施、AAI 研发，少一个都不行，缩小任何一个差距都难如登天，更别说在特斯拉还在飞速前进的同时，把所有差距都补上，这根本不可能实现，纯属天方夜谭。那款每分钟转20000转的电机不只是一项工程成就，更是特斯拉的象征，一家能解决别人觉得无解的问题，能以别人觉得不可能的成本，能以别人觉得达不到的速度持续突破，不断封神的公司。埃隆·马斯克的这款新电机不只是提升了特斯拉在电动车竞赛中的地位，而是直接终结了这场竞赛，不给对手留任何机会。接下来的日子根本没有传统意义上的竞争了，特斯拉会继续扩大自己已经压倒性的优势，而对手们只能在这个已经彻底变天的市场里拼命挣扎着保住自己的存在感，苟延残喘。电动汽车革命确实在发生，但根本不是大家预想的样子，不是多个对手瓜分市场共同转型的新范式，而是特斯拉的全面接管，一家独大，而且这场接管早就已经尘埃落定，彻底完成了。现在唯一的问题是，其他人还要多久才能认清这个早已注定的现实？